明明是一个很流畅的动作，但很多人做起来是这样的。还有这种下肢的动作，大家做的摇晃不定。新手学舞90%都卡在同样的问题上，不先解决，跳什么都不会好看。我1对1教了2000多个小时，总结出了4个身体开关，先打开它们，能让我的学生2、3个月就优雅地跳出第一支舞。今天这堂60分钟的入门课，我就带你们把这4个开关一个个在身体里打开，真实的感受它们能如何让你的舞姿变得好看，并在最后学会一支你真正能拿捏的舞。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呢，请大家先跟我做一串动作，我们来慢慢的做，请大家模仿我。首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然后胳膊肘往上拎，然后手指尖再往上走，胳膊肘下来，然后手碰到另外一个手。我们再来一次 ，Ready Go， 好，然后胳膊肘手腕子往上拎，膝盖伸直，然后手往上走，胳膊肘下来，右手贴左手。相信很多人现在做起来是这样子的，动作学会了，但跳起来就是不好看。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拿这个动作来说，你看我们的区别在于，我的膝盖是同时弯曲在一个角度上的，而不是一个弯一个直，或者2个都是直的。我的屁股是放下来的，而不是撅在后面弓着腰，然后我的身体是正侧边的下旁腰，而不是转过来朝斜前方的样子，好吗？你看光一个动作，我们就有这么多身体部位都在不一样的角度上，所以同样是手往下的动作，一个是这么下，一个是这么下，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差这么一点，也就差这么多。你以为是自己跳的不够熟，其实是你少了舞动时的造型意识，也就是动作的每一帧都要有型。所以入门时我不建议学太多动作，而是先把你的造型感开关给打开。那其实你看我刚刚这套动作里有几个造型呢？我们第1个造型，第2个造型，第3个造型，第4个造型，第5个造型。你看我的5个造型，每个造型都要到位，然后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把这一个个造型给它连接到一起，这样我们的整个动作看起来呢就会很有形态感。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一套改善自己造型感的方法。那首先呢，我们站好，然后在自己的身体外面放一个门宽，然后我们的一个垂直线从2脚中间一直往头顶上升，我们在胸上做一个方框，在臀部也做一个方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框架。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开始移动到第1个造型，你看我的身体跟这个垂直线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包括我的躯干的2个框也开始改变。然后你看我的头在这个直线的右边，手臂在腿与门框的中间，头贴着门框。然后第2个动作，膝盖往上拎，你看我的胸部从刚刚这个位置回来一点点，然后我的胳膊肘拎上来，你看我的胳膊肘跟我们外框的位置是什么关系 ？OK， 然后我们再往下，你看第3个框架的时候，我们手往上升，你看看我们的手跟这个中线的关系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头在哪里？我们现在我们的胸和臀部在什么位置上？然后接下来走下一个动作，胸和头都回到中线，小臂与门宽平行。你看再往下走，我们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后面几个动作，我们的胸部和臀部基本上都在一个正前方端正的位置上，头上的这2个动作会不一样些。你看我们整个身体的变化，包括从侧面看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儿，我们下来在这儿，你看我们的臀部和胸部跟这个直线的关系。我往上拎的时候，我的肩膀在哪？我的胸在哪？我再往上拎，你看我没有这样子，对吧？我也没有这样子，对吧？你看我的后背，整一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把自己拍下来，然后把一个个造型截屏截下来，然后自己可以在自己的造型上面画上这些框架。
跟我的版本对比一下，看看我们的差距在哪里，然后尽量把自己往我的这个形态上去靠近。当你去这么练习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的感知力就会被加强，你就开始知道，哦，原来一个动作看似就是一个往下的动作，但是它其实参与了全身的各个部位。当你用了这个方法的时候，就是会把你的身体的各个关节，它在空间里应该占有什么位置全部激活。你接下来学任何舞蹈，你都会带着这个造型感的思维去分析每个动作，然后知道自己的身体要怎么去处理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好吗？那我们现在再把刚刚这5个造型再来一次，好吗？首先第一个造型往下1，造型2，造型3，造型4，造型5。 OK， 我们现在再来一次，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把注意力不光是放在每个造型上，还要从造型1连接到造型2，再连接到造型3，看看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如何在一个造型里面，然后可以如何做才能去达到第2个造型，好吗？我们再来一次预备走，造型1，从1怎么样可以达到造型2？第2个造型，手背往上拎，胳膊肘往上拎到造型2，然后手背继续往上推上去到造型3，然后小臂滑下来，胳膊肘先往下坠，然后小臂滑下来。第4个造型手过去。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在我的互动式学舞方案里，我会亲自模仿出你的问题动作，然后给出从错误到正确的修正路径，就像开车有了导航，一下子就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学生每次回课都能看到明显的进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了解更多。 OK，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一个造型，这个造型的难度就大一点了，它参与了下半身的动作。那我们首先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动作。大家先来观看一下我在身体在框架里都是什么位置你看我的胸在哪，我的臀在哪，我的脚在哪，我的中线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跟我一起摆一下。 OK， 大家注意我们的胸和臀部要往两边去，然后你看我从侧面看的话，你看我不是这样子的你看我的人在一条直线上 right，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接下来这是第1步这是下半身的动作我们放松一下，我们再来一次OK， 摆好，然后下一个动作，我们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你看我的右手放在我的左手上抱住，然后左手搭下来，然后头抬起来，胸打开，胳膊肘往自己的耳朵后面去，你看是这个动作。 OK， 看一下我侧面的感觉，你看我的胸，注意我的胸要完全的打开，然后胳膊肘要使劲往后拉。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有线条感的动作，把女性的这种线条全都拉出来的动作，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看上去很优雅很高级。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高级感做出来。你看我们的手的末梢都要是像那个柳枝一样这样子，你看伸出去的，而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如果你看现在做成这样，我们要把重心往脚上去移，然后手指尖要让它软化，这边也要软化。然后最主要的这个动作好看的点是，你看这样就不好看了，我们要把胸完全打开。好，停一下，这里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现在不是不懂造型，是你的肩胸太紧，尤其是30岁以上的朋友，这个僵硬不是你的错，而是久坐办公、低头看手机，长期肩膀自然形成的内扣加上提，胸口长期处在紧张模式，结果就是你想拉长线条，但身体只能耸肩顶脖子来代替，怎么摆都不会高级。所以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圆形软化，大家在我的这个圈里先把我们的身体给柔软，这样子一会儿你做动作就会更加的流畅，更加的顺滑，造型感也会更强。那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圆圈里，大家跟我一起做，把自己的身体给它软化掉。你看我从
右手拉起来画一个很大的圆圈 ，OK， 然后我们做反面，一个很大的圆圈，我们用自己的手指尖画大圆圈，然后往左，往右，我们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弧线的，擦 and 擦 and 擦 and 擦，大家跟我一起做。OK， 我们现在用这个手在天花板上画圆圈，你感觉你能看到你画的圆圈，然后我们让这个圆圈画得更大一些，然后我们做反面，一个很大的圆圈，在你家的天花板上去画一个圆圈，然后我们现在从斜下角往斜上角画。斜上角从斜下角，你看，一下，一下，一下，反面。OK， 然后我们现在两个手去这么去画圆圈，一、二，让自己的胸椎通过这个平圆拧转起来，一甩出去的感觉，把双手甩，肩膀放松，甩，感觉自己的胳膊肘、肩关节的空间。被这个甩，把这个空间给它拉大，你的空间感，肩关节里面要有空间感，恰，boom，恰，boom，恰，boom，反面 zoom， 恰 ，zoom， 恰 ，zoom， 恰。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的肩膀，让肩膀去画圆圈，让肩膀就做一个1/4的弧线，看到没有？我的肩关节往下滑下去，滑上来，滑下去。每次往下滑的时候，大家尽量把屁股往上抬，然后通过这个弧线往下。这个弧线大家一定要感知自己的这个肩膀的这个关节。再做一个弧线往下，然后给肩膀之间产生空间感，屁股往上抬，你可以让手再往远出去点，然后你看，把这一块完全打开，把自己的胸肩这块完全打开 ，OK， 然后我们的头可以顶在地上，或者抬头都可以，或者往旁边躺也是 OK 的，再回来。OK， 我们到这儿，然后把手下来，然后你看我们推手臂，然后把自己的胯在地上贴住，然后手往上，看把自己的胸椎给它往上顶，把胸椎往上顶，把你看我的胳膊肘在地上，你看我的胸腰往下顶，往下顶，胳膊肘往回拉，胸往前顶。然后你看我们的头，让头顶去画一个弧线，伸出来往上拎长 ，yes， 然后原路返回 ，and 伸出去，原路返回，伸出去，原路返回，然后胳膊肘放开，手再撑地，把人顶起来，然后屁股往后，胳膊肘肩膀再圆形往下滑。回来，臀部下去，胳膊肘弯下去，再抬，肩膀再往后，画一个弧线，在这个位置上收回来。然后我们现在坐下来，手打开撑地上，头抬起来，让胸顶出来，胳膊肘弯，再来顶，弯，再来顶，弯。再来顶，弯，
再顶一下，OK，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下我们的腿的弧线，关，让一个膝盖打开，另外一个膝盖关回来，再膝盖原路返回，打开的时候让自己的胯关节放松，然后重心随着膝盖过去，然后另外一个腿关回来，然后我们让腿往远走，往后走，往前，在地上画弧线，手在旁边撑好。你看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整个人有一个拧转，收回来，弧线，往后，身体打开，拧回来，哒哒恰恰恰，再来哒哒恰，打开，收回来，膝盖收回来，我们换到另外一边。再来的，再来，你看腿往前甩到最远，往后甩到最远，拉开 ，and boom， and 先把腿活动开，前，往后，往前，往后 ，and 打开，关，再来打开，让自己手都可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让手落在地上 ，and 收回来，膝盖，腿。往后动，手打开，收回来 ，and boom， 踩了，踩 ，open， close and one and two and open and close。OK， 现在我们站起来，最后做一个头部往下，让整个后背都拱起来的动作，在这个位置上，头部放松，肩膀放松。胳膊肘放松，手指尖放松，让自己的整个脊椎，尤其是胸椎，让它弯下去，自然的感受这个地心引力，把我们的身体往下拉的感觉。OK， 在这个位置上放松一下，感觉你后背的肌肉被撑开的感觉。然后现在把尾椎骨也往下放，然后你感觉自己的腰椎，当你尾椎往下放的时候，腰椎也被拉开的，腰椎的肌肉也被撑开的感觉整个人都下来在地上抱一下，可以让手抱住自己的膝盖。OK， 我们再原路返回。OK， 来看看，再把手打开，再把手往后，看看是不是活动好了之后，这一块的软开度就打开了很多。OK， 那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再来做一下这个动作，把手往自己的耳朵后面去，然后注意我们的左手的弧度，这个线条感，这个造型里面的手的线条感，以及这个地方。然后你看我们的胸是整个这样往斜上方打开的，胸往斜上方打开，然后这一块完全打开，这块的肌肉感觉往两边撑开，这个是上身的体态，这个是下巴的体态，下巴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你看我们一个个步骤的，你看手在这儿然后你看我的右手抓住我的左手，然后给它往后掰一点点，掰到后面去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肩胛骨往下放，保持在这个位置上，动力腿出去，然后下蹲，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造型。然后让臀部你看屁股不在这儿我们的左边臀部要往旁边出去。OK， 在这个位置上 OK， 这是一个造型。然后我们接下来做几个变种我们现在在这个造型上，大家把身体往旁边转你看臀部不动，腰拧胸拧，在这个位置上 OK， 在这个位置上摆一下，看一下我的胸在斜角，其他地方都不变。你看从这儿啪到这儿这是第二个造型。第三个造型，我们把头低下来，在这个位置上，你看其他位置都不变，就是把头低下来，低下来，我们头顶朝斜前方，斜角左斜角，然后你在低下来的那个瞬间，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到胸椎这一块的肌肉都会被拉开的感觉。
好吗？这些感觉对于跳舞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感觉就是你的这个 check mark，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来，大家先跟我做一下啊。你看，我们从这个第一个造型换到第二个造型，第三个动作，头往下，你感觉整个肌肉被拉开了。这个拉开的感觉就是提醒你，你这个动作到位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就说明你还没对。好吗？所以这些感觉、感知力，我们都要给它收集，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做动作好看的重要信息。身体给我们的这些动作信息，这些就是感觉，这个就是感觉到位了，这个动作就到位了，好吗 ？OK， 在这个位置上，啪啪，我在这儿，然后下一个造型啊，你看啊，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个动作上的变种，然后你看啊，腿往上伸直 ，OK， 然后注意我上身。我的手，右手伸直往上，你看伸直，然后稍微往前移一点点，然后头抬起来，往这个正上方，不是正正，在正上方的稍微往前一点，你的脖子不会感觉是那种失控的状态，你的脖子是依旧能挺住的状态上往斜上方看，好吗？从这个位置，你看，从这个位置，头往上抬。手往上伸，往前移，这个造型大家摆一下，看一下，啊，是这个动作。OK， 注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立线，一个垂直线，然后我们的手，你看，是在这个直线的左边。啊，很多人可能就摆成这样子，或者摆成这样子了啊。你看你的屁股要收回来，然后肩膀要一定啊，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的手抬起来了。肩膀是压下来了，你快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肩膀。如果你现在是在这个位置是好的，在这个位置也是好的，然后再走的时候一抬头，肩膀就起来了，后背就弓出去了，就错了。你要学会让自己的身体告诉自己的胸椎不要往后弓，告诉自己的肩膀要往下压，然后告诉自己的手臂要往上抬，非常非常的难，但是这些就是你需要的能力。通过摆造型，就是会把你需要的这些能力都给它练出来，同时告诉你你缺乏什么能力。因为这个动作很多人都摆不了，为什么？没有力量，后背没有力量，肩膀没有力量，可以把身体压制住，不让身体这样耸起来，好吗？把身体要压制住，这个就是你的目标，这个就是你新手学舞前期你要练的就是这些，这些就是最基础的东西。你连抬手臂都抬不了，还怎么做动作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把手臂要先稳稳的抬起来，好看的抬起来，然后你的身体照样保持优雅优美的状态，这就是你的第一步任务。OK， 我们再来啊，从这个位置上，你看，啪，肩膀放下来，手在这儿 ，OK， 在这个位置上 ，OK， 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把这两个造型再连起来做一下啊。第一个造型在这儿，然后第二个造型往上。然后我们就再加一个动作，然后让我们的双胳膊肘往下垂，胳膊肘往下垂，然后手松下来，很简单一个动作，其他地方都不变。啊，松下来 ，actually，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把右脚站回来，好吗？非常规整的动作，没有特别的花哨啊。啊，我们在这个位置之后，你看，双胳膊肘往下垂，然后膝盖啊 ，sorry， 脚收回来 ，OK， 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含胸。吐气，头低下来，好不好啊？我们把这几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下啊！你看啊，造型1、造型2的时候，你看啊，主力腿伸直的同时，右手往上滑，然后头往上看，脚和手这个是同步的，然后这个一走，头就上去了 ，OK， 然后一到这儿，胳膊肘子下来了，就右腿就收回来了，啊，头不变。然后吐气，头低下来，好吗？我们来一起做一下啊！造型1，注意在运动的过程中，看看你的肩膀、脖子都在干什么啊！造型2，看看你的肩膀、脖子、后背。造型3，造型4，吐气，头松下来，后背是圆的。啊，再来一次！这一次啊，我要求大家在做的时候，关注你们的气息，看看自己的气息是什么样的。
，Ready， 造型1，造型2，造型3，造型4。感受到你们的气息了吗？大家看啊，我在往上走的时候，我的上身是依旧打开，肩膀是往下沉的。但是很多人摆造型是 OK 的，但是一连起来的时候，整个动作肩膀就又起来了，脖子就又伸出去了。那这个呢，不是说你不知道动作具体该怎么做，而是你的气息不知道如何在你的躯干里面流动，你的身体就不通，你的身体就是卡在那儿的，所以动作自然就做得不好看。这个气息不解决的话，后面跳舞会越跳越僵，越跳越奇怪。所以现在我们要打开身体的第2个开关，气。这一关我们做2件事儿：第一，把呼吸做对，让胸腔真的能打开；第二，让动作跟着呼吸走，你会立刻变顺变软。OK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躺在地上，我们先来找一下吸气，把胸腔打开是什么感觉啊？那在地面呢，这个感觉是最容易找的，因为我们在地面的时候是最放松的。现在我们躺在地面，大家感受一下自己的肩膀都是放松的，然后我们现在让自己的胸腔做呼吸，感觉自己的胸腔是横的这么拉开的感觉。再吸气，用鼻子吸气，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胸腔被胀开，往边上撑开，然后往上起伏的感觉，整一个是这样往上往旁打开的感觉。再来一次啊，手放松，吸气，鼻子吸气，吐气，用嘴巴张开让气出来啊，感受到自己的气在吐的时候，胸腔慢慢的又缩回去了。再来吸气，你看看啊，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吐气，感受自己的肩膀在感受。吸气，吐气啊，你看我们的肩膀是完全放松的，脖子也是完全放松的，是不是？再来一次，吸气，吐气。OK， 那现在我们站起来，然后再做一下我们的胸式的呼吸，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肩膀是不参与的，想着刚刚在地面的这个胸打开的感觉，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吸气，吐气，吸，吐，再吸，吐，再来一次吸，吐，是不是？然后第2步，我们把这个气在身体里流动起来。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把自己的胸往上打开，然后把肩膀往旁边打开。我们先做2次呼吸，然后是不加动作的。然后第3次的时候，我们把胸打开，这样横着打开，然后脖子打开，然后胸往上顶啊，预备走，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吸气，吐气。你看，让这个气吐掉的时候，胸自然的往回关，然后你看这个脖子自然的往下垂。OK， 再来啊，你看吸气，胸打开，吐气，气先流出去，气先泄掉，胸关回来，胸自然的缩回来，原路返回啊，到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再把这个吸气再幅度大一点，我们这样把整个上身都松下来，松下来，在这个位置垂下来，然后吸气的时候，吐气，然后身体原路返回。所以吸气的时候，你看吸气，胸在张开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整一个这么打开啊！你看胸，你看吸气的时候，胸你看这么往边上打开，打开的时候就开始把人往直线上去拉，然后再吸到头的时候，
人朝斜上方，然后吐气的时候原路返回。你看这个气从胸里面逃出去了之后，胸就缩回来了，然后人就下去了。然后你同时可以感觉是这个吸气的时候，感觉这个气是你的胸啊，是把这里的气，在这个位置的气给它这么吸上来的。好，我们看，放松，吸气，吐气，放松下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全程肩膀不要起，整个吸气都是跟你的胸腔有关系。想着你在地上躺着的时候，吸气胸腔是什么感受？肩膀在干什么啊？预备，这里的气给它吸上来，吸，吐气，再来吸气，吐气，练好这个动作，后面胸部的 isolation 和 wave 的动作都会迎刃而解。其实任何动作的张力和轻重缓急都离不开你呼吸的质量，而这一切都得从练好最基础的一个呼吸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动作运用到动作里面，我们刚刚的动作里面，你看我们刚刚在这个位置，啪到这个位置，然后你看我们在这是吐气的，松掉的，然后吸气，你看是不是我们刚刚躺地上那种感觉？吸气，你看在这个位置，你看我胸腔对不对？在这儿啊，感觉到这块被张开的感觉，然后你看这块被张开，是不是我们刚刚说了抬头就是这个动作？所以这个胸口一张开，我头就自然抬起来了，而不是刚刚机械的说哦头要抬起来啊，我们头抬起来是因为这个气息给它。所以这是个很理所应当的、顺其自然的一个动作。你看，在这儿吐气，然后吸气，而且你看，因为我们的气息是往上的，所以你看我们的脚就也就起来了。你看所有的动作的流畅都是因为这个气息它流起来了，我们的身体就被带动起来了啊！这个气息往上了，你看我的手也往上来，所以你看我们的气吸进去，吸到最高的时候，到躯干、到脖子、到嘴巴是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手一上去，那个气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手指间，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把气息加进去啊。我们再来试一下啊，从这个位置你看，先吐气，然后吸气，我们在这个位置吸到最头，然后 hold 住，先不要动，没有气息的切换，吸到头。脚收回来，让胳膊肘下去，我们身体依旧保持这个状态，然后手下来之后吐气，头就自然的，对不对？那个气在我们的胸口里泄掉了，就像一个气球被撑住的，然后撑大了，气一松，它松掉了啊，就是这个感觉。看气一松，是不是从胸口先下来？你那个气要先吐出来啊，那个气从嘴巴里面吐出来。胸就自然下去了，然后头就下来了啊，非常的好。我们再把这一组这两个造型连上气息，再来一遍啊！预备，吐气的，然后吸气，屏住，吐气，找到感觉了吗？一定要 actively 主动的去把你的气息给它激活起来，用上去，让气息去带动身体。One more time， 预备，吐气的，吸气，屏住，吐气，Very good。OK，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气息的原理，再学一个动作啊。你看啊，这个动作是这样子，先看我做一下啊。我在这儿，我蹲下来，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一个吸气，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动作，我只是把膝盖弯下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吸气，把气从这吸上来，对不对？啊，你看我这是吸到头，在这儿我吸到头了，我这人是垂直的感觉，我没有到这儿，我只是在这个气息上，你看我的后背线是弧线的，然后给它通过这个气息把身体拉成一个直线就好了。然后我们的手从这个位置，然后你看我
我的手背贴到我的额头，然后把我的额头往上推起来，好吗？我们把这个动作连上气息来做一下啊！你看啊，我正面先做一下，蹲下来，对不对？然后沉下来，吐气的状态，然后吸气，再来一次，吐气，吸气。啊，你看这个动作是往上的，所以我的气息也是吸上去的，整个是一体的。然后注意啊，你看吸气，是不是到了造型啦？我们这什么造型？我的手在哪儿？我的脸在哪儿？我的胳膊肘在哪儿？我的肩膀在哪儿？看一下侧边是一个什么形态？我的屁股在什么地方 ？OK， 千万不要这样，也千万不要这样，也千万不要这样啊！手不在这儿，也不在这儿，手在眉毛上面。OK， 在这胳膊肘不在这儿，打开，这是个造型，对不对？我们再来一次啊，从一个气息到造型，5、6，人放松，吸气，吸住的，然后下面什么动作？吐气，吐气，我们人往边上松，啊，吐气一样的，只是在这个位置，啊，不是，而是胸依旧是松的，但是松完是往旁边的，是什么动作呀？就是我们刚刚最早的做的那几个造型，啪，你看胸是不是松掉了？从这个位置，我在吐气的时候，我也是含，但是我现在是侧面的，在这个位置，然后干啥？这个动作的时候，手往上的时候，我们吸气。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大开大合的胸腔，但是我们依旧要有呼吸，在身体姿势不变的情况下，又是一个小的新知识点。身体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学会呼吸。这时候的呼吸不带动我们的身体啊，在这你看我吸了，再吸啊，你看我一个呼吸，我可以做2个动作，我可以做成。看到没有？就变成了2个点，我在一个气息里面中间卡一刀，变成两个吸气。所以在这个位置，你看吸，再吸，然后吐啊。但是你看刚刚这个吸啊，一半，第2半的时候胸就打开了。你看吸，再吸，是不是吐气啊？是不是我们刚刚学的这种？然后再吸气，这个是小吸，它没有张开，你看啊，就你看一点点，看一个大吸是小吸 ，That's it， 就是这么多，好吗？最后一个是小吸，你看是不是？我们再来啊，把这一组刚开头的动作也做一下，下来吐气放松的，后背是圆的，吸气。吐气啊，吸气，再吸，胸打开，吐气，胸松下去，再吸，小吸 ，OK。然后你看啊，我们到了这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第2组造型这个动作也连上去了。怎么连呢？你看啊，我们到了这儿下来之后，我们到了这之后，我们再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到这个动作了。然后我们的脚干嘛呢？我们的脚就下来了啊，到这个动作了。然后再吸气，然后下来，到这儿，好不好？这样子啊，我们再做一次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来，到这儿 ，and 重心移到左腿上，吞下来，然后右腿往旁边滑出去。OK，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上身顶上去，下来。到这一步，你是不是发现这个脚下的动作一做，身体就很难稳住，也很难移动过去？如果再抬个腿，就更废了。你以为是自己的腿没力量，其实是你撅屁股了。几乎所有的新手都有这个问题，因为骨盆位置不对，核心接不上力，重心找不到脚底，所以动作才会越做越费腰，越做越不稳。而这就是跳舞站不稳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的第3个开关不是要打开，而是要关掉一个东西，就是把我们翘起来的尾椎骨
给关掉，让它自然的下垂到地面上去。那现在大家先跟我做一个练习，我们双脚打开，比肩宽一点，然后蹲下来啊，注意啊，我们的膝盖要朝脚趾间的位置。然后现在检查一下自己的尾椎啊，是不是往下垂的？你感觉自己的屁股上面装了一个铁球，然后这个铁球把你的尾椎往下拉，它是垂下去的。然后自己的这个上身是一个垂直线的状态，你看蹲下来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上 ，OK，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找一下左右腿的重心，我们这样把重心往左边移，然后我们把重心往右边移，往左边移，往右边移。你看啊，我们在全程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你看我们的尾椎一直都是朝在地上的。然后你看我们的胯关节，尤其是在移重心到一个腿的时候，你的大腿内侧肌要开始参与，然后感觉你的两个脚之间夹了一个很大的气球，然后你往这边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气球在往你的大腿内侧肌夹，然后你的大腿内侧肌不能被这个球推过去，你要被这个球往里夹，跟这个球要同时的一个对抗的力量。好吗？再来感受一下，这里有个球，然后你过来的时候，哎，夹住。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臀部的这个稳定性就加强了，整个臀部就开始锁住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感觉，好吗？再来找一下啊，这个气球，你看，过来推住，然后哎，气球又松到两脚中间了，然后气球往右边去的时候，我的这个大腿内侧肌开始夹住，哎，然后我的胯部稳定住。你看我们的胯部没有这样子啊，很多人做起来是这样子的，然后是这样的，屁股前后的晃了，就是因为你的胯根没有力量，整个核心不稳定，整个这一段下半身都是松的，所以我们这个胯根的稳定性就很重要。那胯根稳定性的第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先把你的尾椎给我掰回来，你尾椎是翘的，这一块就是松的，腰是核心是松的塌的，你这块给我收回来。看啊，往左移，往右移，气球夹住，气球回来，气球再夹，气球回来，气球再夹，气球回来，气球再夹，气球回来。OK， 找自己平衡的感觉，你感觉头上放了一碗水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平平的移，这个水不会晃出来。一恰恰一恰恰一恰恰一 and 1 and 2 and 3 and 4，是不是稳定很多？来，你们再来感受一个错误版本。你看，我们把腰塌下来，你看，再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没有？你的屁股会开始晃，你一撅屁股，你的屁股就开始晃，然后你一晃，你看你的脚，你看你的膝盖在干什么？膝盖就弯了，你看整个力线就不对了。你这样子去练任何动作，首先是不稳定，然后你的整个膝盖的力线不对，很容易造成膝盖损伤。OK， 所以我们要稳定住，让膝盖一直对着脚趾尖。你看这样子，我每个力过来，它都是稳定的往下压下去。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重心移到左腿，看一下，哎，我们移过来的时候，脚下支撑的这个动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臀部在哪里 ？OK， 然后你看我们到另外一边。重心移过去之后，重心如果完全移到一个脚上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们的臀部在哪里？我们的腹部在哪里 ？OK， 我们再往左边移，咔，移到这边，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上，重心的转移，以及我们到底如何利用臀部以及核心来支撑我们整个动作的流畅度，在学舞里是一个大板块。今天我只是打开了这扇门。在我的陪伴式学舞方案里，学生在每个难度等级都会练习重心和平衡，并从当代、爵士、街舞等不同的风格动作里来多元的掌控下肢的稳定性和控制力。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学生自己觉得骨盆已经对位了，但我一检查，往往就又能发现问题。所以，与其盲目瞎练，不如及时找到问题，及时纠正。而我的学舞方案就可以这样帮你。OK， 我们再往左边移，咔，移到这边，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造型，我们的臀部要再往旁边一下，所以就等于是这个造型。OK， 然后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原路返回啊，你看从这个造型，我们直角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我们再下来啊，这个是我们的造型点啊，千万别塌腰撅屁股，这个尾椎要收回来。
我们的这个动作，因为它是一个有曲线的动作，所以它不像是我们在做这个蹲的时候，尾椎是完全放下去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往斜后方走，但是我们的腰绝对不能塌，我们的腰一定要往上拎，然后让臀部往斜后方去一点，往斜下方去，往斜下方去和往斜上方翘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好吗？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摆好 ，OK。然后你看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么过来的 ，OK。我们原路返回是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干嘛？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你看，再原路返回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然后这个位置上，是不是稳定了没有 ？OK。所以你看，在这个位置移重心的过程中，弯膝盖，腿往外滑，但是我们重心在这个腿上。OK，so 我们来做一下，从前面这个造型，啪拎起来到这个位置上，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再往上顶，是不是接下一个动作了？下来，然后放松，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里继续往下，下面一个动作依旧用到我们的下盘，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弯膝盖放松，上身放松。OK， 你看我们的尾椎，我们要坐下来一拍，啪，你看这个是很稳的，核心是参与的。很多人千万别做成这样子我相信你现在一定做成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做成这样了啪下来，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啪下来屁股先往下滑，屁股往下滑，整个人放松掉，气吐掉，再吐一下。所以你看，我是憋住的，吐气，再吐气。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你看最后一个动作呢，也是考验我们的下肢的。我们先来做一下你看我们往后退你看我们的手被拉住，然后往后退，是感觉是这个感觉。OK， 这样子我让我的朋友过来帮我一下。你看我们从这个位置，然后下来之后 ，OK， 你看我在这儿，然后你看，对，是你看是这个感觉，所以有人把我拉住的感觉。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啪下来之后，有人拉住我的手，但是我人往后，所以你看他还是拉着我的手。OK， 这是一个造型。你看我的人是斜角，往后还是斜角，差不多马上正了，斜角。然后你看这是一个造型，你看我的后背是圆的，然后你看我的手像一个牵线木偶一样，我的手背这里有一根线往那儿，所以把我的手牵过去了，然后这个手也被牵过去了，然后我人就啪，我人就起来了第二个手你看牵过去的时候人起来。OK， 再来协调一下你看第一步、第二步是手是平行的跟地面，然后第三步人也直了。OK， 第四步人往，你看这个有人把我往那边拉，然后我头往那边靠，然后第五步重心下去再主力腿，是不是屁股不要撅，直直的尾椎往下压，你看在这个位置上重心完全在右脚上，然后你看重心移到两脚中间，这是我们刚刚练的这个动作，然后重心再往旁边移屁股依旧是包回来的，屁股不在这儿往边上移，然后我的这个脚收回来所以你看我们的下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我们在这个位置重心移往下压，重心在右脚上，屁股收回来，不要这样然后再滑出去，重心在两脚中间，重心往左边移，右边脚掌推地，然后收回来往下。看我全程这个侧边是什么感觉？打了下去，往下，你看整个人松回来，整个后背是弧线的放松的感觉，好吗？然后这里还要有气息，先解决了这个下肢的稳定，是具体是怎么稳定过来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气息。这里的气息我们来说一下啊，这里有几个小的气息，然后2个大的呼吸啊，然后你看我们在这儿啊，你看下来，然后吐气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吐气，然后你看这里啊，吸气啊，很小的吸气，因为我后背都没有变，这个就是人往后用吸气，好像被后面吸过去了的感觉，好吗？这个你看，然后你看吐气啊，这个动作的发力来自于我的气息，然后吸气，看到没有？是不是？你看吸气的时候身体直了，然后手，然后再吸，这个也是一个吸气分2次，分2个步骤，步骤1，步骤2 ，OK， 就是这个整个第2个的时候，就是从这个位置到，从这个直的位置到，看到我这个气吗？啊，头顶往斜上方延伸，从这个位置8，啊，我人还是有一点点稍微倾向于左边的，然后再吸气的时候，这个吸气，感觉那个气把我的人整个往这儿拉，然后把我的手也往那边抽，有个气，像那个什么 vacuum， 那个 vacuum 叫啥呀？像那个吸尘器。把我整个人都往那边吸了啊！它在这个位置，你看，然后你看，因为这个气息带动了，然后把我的重心也带过去了，是不是就是一体的？是不是在这儿吸气，重心也带过去了，然后吐气的时候恰到时机，沉下去，这个吸到位，我重心也移到位了。然后一吐气，我的左脚就滑出去了，重心一定要稳住，然后重心踩下来，你看继续往下吐气，整个人胸从这个吸气到吐气，你看吐气啊，收回来，脚并回来 ，OK， 然后再吸气到这个位置，吐气然后我们这里加2个手啊，你看手像个水龙头一样开关。然后拎，吸气，吐气，小吸，吐，吸，屏住，吐气，再吐，吸，吐吸吸，吐，吸气下来，对吧？到这里呢，你看我们整个编舞就已经学完了。然后你也知道了，想要流畅的舞动，我们要有造型感，要学会利用气息，以及底盘要稳。那在接下来放音乐跳之前呢，我们还要打开一个开关，不是动作的节拍，而是有意识的去感受音乐。很多人跳舞一听到音乐，脑子里只剩下节拍，那么优美的音乐变成了1、2、3、4、5、6、7、8的数字，做动作就像个机器人在完成任务。所以今天我都不会告诉你具体动作都在哪些拍子上，而是先把音乐听进去，保留这个音乐给你的感觉，并把这个感觉带到我们的动作里。每一个动作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时长，听起来好像很难，但只要你跟着我的步骤，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拿捏。OK， 那现在呢，就首先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乐，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给我们表达的情感。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它是一种很平静的，但又很脆弱，一种孤独的感觉。可能他内心有很多的暴风雨，但是表面看来他表现出来是非常平静的那种感觉内心是澎湃的，但外面看来是平淡的，是轻的感觉，是随意的感觉。把这种感觉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让自己被这个情绪所影响。然后现在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这首歌唱出来，但是不是用你的嘴巴和声音，我们让胸口去无声的唱这首歌，随便你自己觉得去怎么去表达，可以用我们刚刚学的呼吸去 interpret， 去模仿这个音乐的旋律的起伏。看我的胸。是不是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接下来呢，我就再放这首歌，然后我们把刚刚学的整一套动作放到这个音乐里面啊。就像我说的，不需要去在乎节奏，我做的只是一个版本，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版本，根据这个音乐，你甚至可以拿这套动作放到不一样的音乐里面，去跟这些音乐融合，去找跟这个音乐的感觉，然后让自己随着这个音乐舞动起来。一定要放松，动作做错了也没有关系，但是让自己在这个音乐里面活出来，好吗？To float, now I just fall down. I used to know, but I'm not sure now what I was made for. What was I made for? Taking a drive, I was an ideal. Looked so alive. Turns out I'm not real, just something you paid for. What was I made for? 'Cause I don't know how to feel, but I wanna try. I don't know how to feel, but someday I might. Someday I might. When did it end? All the enjoyment. I'm sad again. Don't tell my boyfriend it's not what he. 如果你觉得这支舞跳下来很舒服，表达了你的心绪，又练到了舞蹈基础，那在我的蜕变式学舞方案里，每一个阶段你都会学一支表达当代女性不同魅力的编舞，怀旧的、浪漫的、神秘高级的，每一支我都会陪你1对1的打磨，直到它真正属于你。链接就在下方，期待遇见。你看，今天你不只学到了让你跳舞好看的4个底层关键，还能跳出一整段舞。继续重复练，你会看到更大的改变。但我知道你下一秒最可能卡住的就是一串动作就不顺，手脚找不到和谐的感觉。点击这个视频，我用3个底层逻辑带你一步步练出协调感。